还算真大呀！是吗？热闹吗？真是够热闹，真多喜！我本是个孤儿，因为加班猝死，传承了生母早逝、继母不喜的尚书府嫡小姐，活得连个婢女都不如，所以我给自己找了个失踪8年的男人当夫君。远洋侯府小侯爷在战场上失踪多年，大小姐嫁过去，岂不是要守活寡？何止守寡，那小侯爷还有个儿子，大小姐嫁过去就得给人当继母，以后的日子可难了。他们懂什么？有钱没老公，还无痛当妈，多美好的生活。至于那个8岁的小孩嘛，上辈子我可是干教育培训的，一个孩子而已，轻松难灭。多谢公子。夫人客气了。起驾！小侯爷，您对新夫人一见钟情，费尽心思才娶进门，今日大婚之日，真不回去拜堂吗？我还需继续隐藏身份，只能委屈夫人了。哎，是人真好看呀！是啊，新郎官都失踪了，谁会来跟我拜堂？这寒酸的，怎么不知母鸡了？侯府是疯了吗？让新娘和母鸡拜堂，真是天下奇闻啊！哎，公鸡被程公子换走了。程公子，我那个素未谋面的8岁继子，远洋侯府的小霸王宗锦城。没事，他就是个熊孩子。快去换一个公鸡过来。冷静，徐婉，好日子不是谁都能过上的，忍一时风平浪静，让一步花好月圆。一拜天地。这公鸡身上怎么有鞭炮啊？又是程公子干的，他这是对继母不满呀！各位，都入座啊，虚惊一场啊！你也太好笑了！小王八崽子，屡次3番试探我，我今天再忍你，你明天就要在我头上拉屎了！老娘今天和你拼了！放开我！不松开！今天老娘就算自损1000，要死你800！哎，来，快把他们拉开！大家都坐吧，啊！侯爷，你不是梦到儿子说要给他娶个妻子，才能给侯府带来好运吗？我看这个徐婉靠谱。我看也是。锦城这小子可是很久没吃过这种瘪了。婉儿，你既然已经嫁来了，那今日起便是侯府的夫人了。这个是管家的钥匙，交给你。从今日起，侯府的吃穿用度，还有衣食住行，全都由你来掌管。这就给我了。祖母，我不同意。你
你怎么可以给他管家之权？锦城，你怎么说话呢？这是你母亲。婉儿，锦城以后就交给你了，希望锦城以后在你的教导之下能高中医甲。医甲，3年一次的科举考试前3名。婉儿无才无能，这大权我接不了。那是，我哪用得着他教？他一看就是没读过书的。我和侯爷商量过了，只要以后锦城能高中医甲，我就送你10万两白银。10万两，那可是个小目标呀！祖母，我不同意，我不同意。父亲母亲，我知道你们也忧心，我一定会替你们分担的。风锦城，我一定会教好的。你这个毒妇！管教熊孩子第一步，先掌握他的财政大权。我要的东西呢？小公子房中今年所有的账目全都在这里了。初一坐船游湖，花了250两；初二出去放鞭炮，吓死了隔壁农舍3000只鸡，赔了100两。这可都是钱啊！这熊孩子现在在哪儿？小公子去酒楼了，说您一日不离开侯府，他就一日不回来。哼，这孩子以为这样就能逼走我吗？翠芝，你这样，石头剪刀布。小公子，咱们今天真不回去了，万一夫人生气怎么办？他生气关我什么事？哼，侯府有他没我，有我没他。只要我不回去，我祖父祖母那么疼我，肯定会赶他走的。随便吃，随便喝，今天所有的花香，我宗公子买单。宗公子豪气啊！宗公子，你是我最好的兄弟。锦城，你来干什么？你怎么抢我的钱呀？小公子，夫人说了，自今日起，侯府会停掉你所有的月银。谁要是胆敢赊账，或是借钱给你，可千万别找到侯府来，侯府不会认。凭什么停掉我的银子？是个毒妇，果然想害我。什么意思啊？锦城今日请客，难不成是要赖账？锦城，你这回可碰上厉害人物了，你继母直接骑在你头上撒尿呢。完了完了，侯府小公子要吃霸王餐喽！我就是想让我回侯府，听他训话，我回去就是。你先把账结了。小公子，夫人说您回去了，这账才能替您结。夫人，小公子自有父母没在身边教导，这才调皮了些。我知道，去把门打开吧，免得待会儿小公子踹坏了。是。我是你母亲，但你也不用行此大礼，快起来吧。你把钱还我，不然我就在外传你管不好侯府，抠门虐待继子。哇，好害怕呀！哼，害怕了吧？把钱还我，以后我们井水不犯河水。晚了，你害我丢了面子，井水已经犯了河水，无法原谅，不可收场。你这个毒妇到底想怎样？你配合我好好读书，带你高中医甲，你当你的小侯爷，掌家掌权，我呢拿钱养老，各取所需。我不喜欢读书，也不会去考什么科举，你死了这条心吧。那可由不得你。刘管家，你去把他屋里所有值钱的东西都收好，免得他拿出去抵了。是夫人。刘管家，你疯
小爷我光屁股吗？顺子，喂，小公子怎么了？去把朋友们都叫上，说今天晚上我在老地方等他们。小公子，您现在可没钱了，况且他们已经放话出来了，说您没钱以后就别跟他们玩了，他们不想带着你。可恶！一群忘恩负义的狗东西！哎，小公子，你慢点。祖父祖母丢下我去庄子上了，要是我爹我娘还在，肯定会护着我。徐婉，都是你害的，你等着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的。翠芝，锦城今天起了没？出门没？小公子起床了，特别听话的待在院子里，还是夫人有办法。从前小公子一起床就往外跑呢。不太对劲儿啊！如果我是他的话，他现在身无分文，又被人嫌弃，肯定会逼着我要钱的呀。夫人不好了！夫人不好了，小公子把伙房给烧了。哼，舒坦，这就对味儿了。夫人，火已经灭了。怎么样？我的杰作，只要你不给我钱，我就继续放火，到时候把整个侯府都烧了。祖父祖母回来肯定会收拾你。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？如果你不想让我作妖，就把钱还给我。你该不会以为这样我就拿你没办法了吧？你能拿我怎么样？我可是侯府唯一的嫡子，如果你敢对我动手，我祖父祖母肯定会收拾你的。我呢，从来不体罚孩子的。算你识趣，把银子还给我，否则我下一个要烧的房子就是那栋。夫人，那边可是库房。刘管家，在。将今日和宗锦城一起放火的下人全部抓起来，发卖出去。是。你敢动我的人？若是没有他们，你一个人怎么放火？快去吧，刘管家。你这个恶毒的女人，你以为把他们抓了，其余的人就不会听我的了吗？那你应该是还没有认清现实吧？如今这侯府，我是主母，以后谁要是和小公子一起为非作歹，那就一起发卖出去。你以为他们会听你的？你过来，帮我把这桶油泼到那栋房子上。好，既然你们都不帮我，那我就自己来。看清楚现状了吧？现在整个侯府没有人会帮你一起作恶了。好，那我现在就走去找祖父祖母。拦住他！你这个狗奴才，给我让开！让开！真是恶毒难驯！你不放我走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做错事是要付出代价的。今日这伙房是你烧的，你就同大家一起修缮吧。你敢让我干活？伙房不是你烧的吗？你不干谁干呢？哦，对了，伙房既然是你烧的，所以呢，大家都用点心垫垫肚子，而你就先饿着吧。你敢？你看我敢不敢？今日我就在这监工了。翠芝，去拿椅子来，再去泡壶好茶。是。哼，那我绝对不干。哦，那你就饿着吧。哼。想吃啊？想吃就去干活啊！你这个毒妇，你敢饿死我，你就不怕侯府绝后吗？绝后？大不了我再过继一个，只要在我名下喊我母亲，就是侯府嫡子。你竟然如此蛇蝎心肠！哼，
我偏不如你意。臭小子，和我斗，你还嫩点儿。你不会真以为眼神能杀死人吧？你等着，我不会让你好过。夫人，您别再刺激小公子了，他一直不怎么爱吃饭，要真饿坏了，没办法给老夫人交代啊。放心吧，干了一天活，早饿坏了。哎呀，侯府的食物就是好吃，真香。没见识！喂，你把菜放到你那边了，我吃什么？你不是说不吃吗？这离得谁近谁就吃。果然，饭只有抢着吃才香。哎呦，小公子，小公子，你慢点吃。小公子，小公子，你怎么了？小公子，你看看你干的好事，要不是你跟小公子打赌，他也不会噎着，都是你的错。还不赶紧拿老回的帖子去给我请太医啊！来不及了，我能救他。你连太医都不愿意请，你这不是害死小公子吗？就知道这恶毒女人不安好心，她就是想让我死。让我看看，你这个毒妇，你别碰小公子！小公子，你没事吧？这可怎么办，夫人？小公子可不能有事啊！穿越剧必备海姆立克急救法，我真能救他。你又不是大夫，你怎么救他？你这个丧天良的主母，要不是因为你，小公子不会有事的。我要告诉王侯爷和老夫人，是你害死小公子的。我真能救他！你在干什么？你竟然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谋杀小公子！你给我放开！他果然是坏人，若是父亲在，我怎会落到这个女人手里？放开！把他给我拉开！你们快去庄子上通知老侯爷和老夫人，告诉他们，让他们回来看看这个毒妇都做些什么。要是小公子有个三长两短，你要偿命！小公子，别急，我能把他救回来。夫人，算我求你了，你就让小公子安心的去吧。虽然他平时对你不敬，但他毕竟还是个孩子呀，你就不要随意再殴打他了呀。你闭嘴！我都要噎死了，他竟然还在打我！周锦成，你放心，我能把你救回来。我才不信，继母果然都是坏人。小公子没事了。原来刚刚他不是想打我，刚刚是你骂我毒妇是吧？谢谢夫人，救了小公子，是奴才愚笨无知，都是奴才的错。下次事情没有搞清楚之前，不要妄下定论，罚你半月月钱，下去吧。你为什么救我？因为你是我儿子呀，不救你，我难道看你去死吗？我才不是你儿子。不是就不是吧。看在你刚刚救了我的份上，我可以不再找你试，但是你别想要我读书，还有你得把月银还给我。行啊，那我每个月给你20两。20两？这么少？少？这是普通人家1年的口粮啊！怎么可能？我一顿饭都要100两，你骗谁呢？
看来小魔王真是被宠坏了呀，完全不懂人间疾苦。科举考试可是要考民生策论的，我得先把他的价值观掰正，否则不可能考上1甲。行，我们先不谈月钱了。今天我救了你，是不是得报答报答我呀？这样，你乖乖的，明天陪我去个地方。什么地方？你带我来贫民窟，听说这里的人穷凶极恶，你就不怕被抓起来卖掉吗？要是要被卖掉，第一个卖掉的就是你。那当然，小爷可是千金难买，价值更高。到了。怎么这么破呀？夫人，请坐。惊蛰他爹是给我们府上送菜的，今天你就跟他生活1天。你疯了吧？让我在这种地方生活1天？你忘了你昨日答应我的了吗？唉，算了，反正用1天。小公子今日还未用早膳，去给他盛碗粥吧。是。小公子喝吧。你们平日里就喝这个？当然不是了。我就说，这么稀的粥怎么可能喝呢？今日是知道小公子要来，所以多放了一些米。啊，我还不饿，你吃吧。好冷，怎么这么冷啊？这儿怎么破了个洞啊？这洞是小公子砸的。小爷我最近投湖功力见长，看到那房顶了吗？随便一扎就能扎中。哼，都1个月了，还没修啊？这屋顶坏了之后，惊蛰他爹就生病了，现在还卧床不起，别说修屋顶了，维持生计都很难。确实是我的错，我去给你们买粮食。辣椒、青菜、萝卜，新鲜售卖了。你就只给我200文。我平时赏给下人的都有1两，这点钱够干什么的？惊蛰，你带他买点吃的用的，再买点修屋顶的工具，看看够不够用。就这么点儿1文钱。这么便宜？那惊蛰你再多买点吧。小公子，这些菜已经够我们吃半个月了，菜腌制起来还能吃好久。这几年收成不好，我们粮食卖的不太好，阿爹阿娘身体也不好，我还要上学，唉，我们生活只能精打细算。你们已经连着几年都这么生活了？是的，小公子。哎，惊蛰，你再买点肉吧。小公子，我不吃肉。那你吃鸡、鸭或者鱼？1只鸡要20文，1只鸭要50文。有这么多钱，还不如多买些米呢。原来你们这么点钱能花如此久，像你们这么活的人多吗？小公子，我们世代耕农，大多数人都是这么过的，所以家里想让我考取功名，光宗耀祖，让家里好过一些。读书真的这般重要吗？宗锦城，买这些东西花多少钱？一共180文。这些东西够我们吃半个月了。京城物价贵，如果在乡下会更便宜。20两银子，够惊蛰家吃5年。惊蛰他爹给我们家送菜，1个月500文。这500文若是要攒下20两，那他们一家不吃不喝要攒3年。你现在还觉得这20两少吗？
快看，这些都是夫人和小公子给我们买的。谢谢夫人，谢谢小公子。是我家孩子顽劣，弄坏了你们的屋顶，我们本就应该承担责任的。爹，快看，小公子还给我们买了修房顶的工具。我现在就去修。爹，你没事吧？我看今天的天气应该要下场大雨。那我还是先把屋顶修了吧。爹，还是我来吧。你一个孩子怎么能爬得了这么高？听话啊，还是我去。让我来修。你确定？小爷我一人做事一人当，既然是我弄坏的，那就由我来修。这小子终于开窍了。夫人，小公子干活还真是有模有样的。我今天就是要让他感受底层百姓的艰苦，找到读书的意义。怎么样？甲，1等1的甲。没想到你还挺厉害的嘛。那当然，小爷干什么不行？金哥他爹，街上有人纵马，幺儿被踩伤了。什么？幺儿啊！姐，幺儿！宗警察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要是你踩伤的人。对啊，踩就踩了，反正他贱命一条。那赏你们的，就当我把这丫头买了吧。你怎么能这样？我怎么了？买个洗脚币才3两，给你10两都算多的了。不过总警察，你怎么跟这些贱民在一起啊？身上脏兮兮的。咦，我们不和你玩了，走。你为何在街上战马？不能留我们一条生路吗？他们这种人怎么会把我们的命放在眼里？上个月有位公子看上我们家残丫，就把他抢去当洗脚币了。我们都是苦命的人呀，可惜我早上刚摘的菜呀，都被他们给采完了。哎呀！大把手。账房记录，你花重金买了一匹汗血宝马送给他，这马跑得可真快哈。这些都是我送的。姐，幺儿，姐，警察，快去请大夫啊！不要找大夫，伤得这么重，我这是会死的。不要找大夫，我不食药，这10两银子是治不好我的，把钱给弟弟去读书。都什么时候了，还读什么书？读书能有什么用啊？我们这些人每时每刻都在遭遇着不公，读书是我们唯一的希望。请只要去读书，读出来，考上科举，当个好官儿，才能为人民立命，才能终结这所有不幸和不公。警察，幺儿，都是爹没有照顾好你呀，姐，你不能死啊！我不能没有你！我帮你请大夫，我出钱，快给我钱呀！五一来了。小姑娘被撞到了5脏6腑，所幸没有生命之忧，只需要吃药静养。只是这医药费怕是不菲啊。我不吃，我不看病，医药费我们出了。你每日来给瑶儿姑娘问诊，直到康复。是。
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希望未来不会有你当街纵马的那天。小爷才不会做出那样的事情。那么我没有送给罗亚，我只是借给他们玩玩。马妾还在咱们府里。那明日让顺子和刘管家去把他们要回来。要回来，把马赔给惊蛰吧。看来这小魔王本性还不坏呢。读书真的能帮助惊蛰他们吗？当然了，只有读书考官才能当一方好官，保护一方天地。其实你蹴鞠投壶样样皆通，你人也很聪明，读书一定没问题。那当然。那你能1个月背下4书5经吗？没问题，不就是一本书吗？谁说4书5经是一本书啊？啊？不想看了，眼睛好累。小公子，你还是赶紧背吧，否则1个月哪里能背得下来啊？这书我看1遍就能背下来。真的？我还从未见过有人背书如此之快。那是，小爷我就是厉害。这混小子还有过目不忘的天赋，真是小看他了。顺子，你帮我读吧，我不想看了。可夫人要求您默写。这么多字，我才不写。哎，到时候咱们就把猪油混进墨汁里，说墨坏了，蒙骗过去就行。好吧。人之初，性本善，性相近，习相远。就这样任由顺子念给小公子听吗？您怎么不逼他去默写？他大字不识1个，能这样背下来实属不易。对付熊孩子第2招，让他在学习上有点成就感。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亲民，在止于至善。知止而后有定，定而后能静，静而后能安。真厉害，竟然1周就背下来。那是，小爷我可是天才。那接下来没有接下来，这书我再也不读了。小孩子忘性就是大，当时还震撼要读书，如今又贪玩了。你不读书去哪儿？去跟你那些伙伴们一起当街纵马吗？我又不是只有罗亚那1个朋友。可你其余的朋友都有4、5名随从，而你只有1个，你还没有银钱，你不嫌丢人吗？毒妇，你把月钱还给我。那你就老实完成我给你的学习任务，我就把月钱还给你。你别想威胁我，你以为我没钱就没地方玩了吗？你今天哪儿也去不了了，今天你要进宫赴宴，是太子妃的生辰。夫人到了。洗碗，我跟你势不两立。宋景城，没想到你是这种人。我怎么了？哪有人如此抠门？送出去的马还要要回来？难道你们家里真的是那么穷的揭不开锅了吗？也不知道是谁家揭不开锅。不过你有钱，你怎么不自己去买？你可以要回去，但是你转头将马送到贫民窟是什么意思？你觉得本公子连那些贱民都不如吗？哼！小爷我的东西想送给谁就送给谁，还要经过你的同意。你就是故意羞辱我！敢跟小爷我动手！你们在做什么？耀儿，你没事吧？母亲，我没事。为什么我没有母亲保护？
谁给你的胆子，竟敢对我耀儿动手？立刻给他道歉！他先找茬的，我才不道歉！对长辈如此无礼，果然是没有教养的混账东西。不过也难怪，侯府只剩你们孤儿寡母了，能教出你这么一个纨绔也不稀奇。坏女人，你在说谁是孤儿寡母？叫我什么？我叫你坏女人，怎么了？宗景城，我娘可是镇南王妃，你敢这么和她说话？说就说了。这位想必就是宗兆家的媳妇儿吧？你房里孩子教的如此不得体，你这位做母亲的，难道就不管管这？徐婉刚跟我大吵了一架，现在巴不得看着我有麻烦，肯定会跟他一起对付我的。可恶！确实，这孩子的确难教。我就知道这个女人根本不会站在我这一边。那也得好好教，做人嘛，还是要懂点规矩的，否则就算是小侯爷的嫡子，也会被人取笑。就是，还不快给我娘道歉！但这事儿是您的不对，该被取笑的应该是您吧？徐婉竟然会要帮我！你说什么？你说我们是孤儿寡母，远洋侯府世代忠良，我的夫君只是下落不明，还没有死。若是皇上知道有人诅咒他的爱臣，你说你能承受得住他的雷霆之怒吗？哇，原来他还挺厉害的。所以该道歉的应该是你。徐婉，我可是镇南王妃，你让我道歉，反了你了，如此放肆！本来就是你先说的，你还说我放肆？你们本来就是孤儿寡母，我娘又没说错什么，道什么歉？我爹还没死，如果你再敢说出这种话，看我怎么撕烂你的嘴！你少在我面前叫嚣，个没爹没娘的孩子，除了继母还能有什么？小野武，混账！别过来！来人，快把这混账东西给我抓起来！他这是在保护我吗？住手！太子殿下面前，休得放肆！这人怎么看着有些熟悉？你就是宗锦城。殿下，小儿是宗兆之子宗锦城，今年8岁。发生了何事？殿下，侯府的小公子出言不逊，还试图伤人。刚刚要不是侍卫，我燕儿可能就要被他打了。胡说！明明是你先诅咒我爹，说我们孤儿寡母的。镇南王妃为何口出恶言？殿下，诅咒是无稽之谈。对，明明是宗景城无耻，他把送我的汗血宝马要回去了，还送给贫民窟那帮贱民。你说什么？殿下，他胡说的。没有胡说，刚刚王妃一口一个贱民的叫着，大家可都听清楚了。天下子民皆是皇上的子民，殿下更是爱民如子，岂能让你们胡说？罗耀既觉得那里的人是贱民，那必是看不上。来人，将罗耀送到贫民窟养着，让他切身体会他口中贱民的生活。任何人也不能暗中帮助。娘，我不要去，我不要去贫民窟。太子殿下，求您开恩啊！殿下，带走。我不要去贫民窟。燕儿，娘。没想到锦城都这么大了，这么多年辛苦侯府照顾过的孩子。殿下，就快了，等到时机成熟了，我们除掉罗家，一切就可以归位了。对，那个徐婉不错，到时候你们夫妻就能团聚了。喂，怎么了？你刚刚做的不错，那你现在愿不愿意乖乖回到府上好好读书啊？想得美，让我再考虑考虑。那我要去个好玩的地方，想不想去？你少骗我，
不想去的话，我就自己去希罗罗药喽。罗药，别怪我利用你来刺激下小魔王。什么东西啊，脏死了！在家里都能听到罗少爷的哭声，还哭了，真是不知羞。哭得可惨了，声音很大，我妹妹都被吓到了。那太造孽了，我去让他晚上哭小声点，免得打扰你们睡觉。你可做个人吧。松井城，你还敢来？遭报应了吧？滚出去！我就是不滚，你能拿我怎么样？你们来这里做什么？那当然是来嘲笑他的喽。你一个臭名远扬的纨绔子弟，你还敢来嘲讽我家耀儿？我耀儿再不好，那也比你强多了。你们家罗耀好歹是京城4大纨绔之一，凭什么说我们家锦城？我耀儿虽然贪玩，但他读书好。你们家小纨绔认识几个大字啊？就是，你和我根本没有可比性。你再胡说八道试试，是不是胡说？你心里最清楚，还用我来解释吗？我们家锦城可厉害了，自从不跟你们一起玩，学习可认真了。他下次考试必定能名列前茅，他才不是什么纨绔。那当然。小爷我好好学，必定是第1名。哼，还第1名？整个京城谁人不知他学业有多差？吹什么牛？那敢不敢比一比？就下次书院考试的时候，和我们家锦城比一比，谁输了谁就道歉。比就比，谁怕谁啊？我文武双全，难道还比不过一个连字都不会写的文盲吗？笑话！好，那我们锦城同意了。锦城，你一定能超过他的。管教熊孩子第3步，把他架上去，让他不好意思下来。喂，我没有答应打赌啊。我刚刚应该没出声吧？你不说话就是认输了。那我们就去把那汗血宝马给赎回来，送给他。顺便再跟他妈道个歉。那可不行。你这么聪明又这么厉害，你1周就背会了9本书。那是。所以你只要稍微努力一下，就一定可以碾压他的。当然。果然嘛，这小子就吃这一套。走吧。夫人真厉害，小公子回来后就一直在读书。嘘。这个鱼分瓜虫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呀？怎么这么多笔画？公子，这个读鳏寡孤独。什么鬼？怎么这么多生僻字啊？顺子，还是你来帮我读吧。公子，夫人吩咐了，这次你得自己看书，还得练字，毕竟考试的时候还得默写呢。这么多字，我怎么可能都认的？唉，这样下去不行啊，他大字不识几个，这样下去会失去对学习的信心和兴趣的。那怎么办啊？翠芝，这样，你呢去把他要背的那几本书都写成翻译译本，简单解释一下意思，再将那几个复杂的字换成同音的字，这样他就可以自己阅读了。夫人好厉害，去吧。顺子，我是不是走错书房了？没有啊，这就是您的书房。那你看看，为什么多了这么多书啊？不知说夫人让人翻译成了译本，这些应该都是译本啊。
一本，我看他就是想找借口让我多读书，可这些书我也看不懂啊。喂，顺子，我看懂了，原来读书这么简单呀！少爷我啊也太厉害了。这明明是夫人的功劳吧？公子厉害！哎，对了，小公子，夫人说了，你每背完一本书，就送给你一朵小红花。哼，谁瞎？幼稚！小公子加油哦！哎，下人说锦城已经背下45经了，这才多久？别是骗我们的吧？应该是儿媳怕咱们担心，故意让下人夸大了消息。眼见为实，咱们快去看看。公爹，你们怎么回来了？我们听说锦城最近开始读书了，就过来看看。那也应该跟我说一声，至少能去接你们。哎，不碍事，我们只是回来看一眼。晚些时候还回庄子上呢，免得他觉得有了靠山，不听你话了。婉儿啊，我们就是过来看一眼，只要知道锦城在书房坐得住，我们就知足了。那我们偷偷去看看。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亲民，在耻于至善。知止而后有定，定而后能静，静而后能安。这是大学，锦城真的竟然能背下来了。这还是我们家那小魔王吗？简直换了一个人呀！婉儿，你真为我们侯府立了大功了。这都是儿媳应做的。拜见夫人、老侯爷、老夫人。小公子最近学业上有什么困难吗？小公子这段时间确实在努力读书，只是这字写的还是不太行，他似乎也没想好好练。哎呦，这叫不太行。顺子，你也太委婉了。练字不是一朝一夕能练出来的。锦城是个急性子，这样下去磨灭了兴趣，可能就再也不写字了。啊，婉儿，你想想办法呀！母亲别担心，我自有妙招。芝芝，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。小公子，在练字时间到了。不练了，小爷我要休息。小公子累了？正好，夫人让我准备了一些吃的，你先垫垫。哎，不许看！为什么不许看啊？哎呀，这也太棒了吧！天哪，小公子，你这字写的进步好多呀！这字苍劲有力，行云流水，再练练的话，是不是都能比过当今状元郎了？状元郎字若是如此，怕是要砍头吧？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。顺子，你说是不是？哦，哎，小公子，您这字也太棒了！嘿，我就知道我一定行，不用太崇拜我。小公子只是写的少，你只要多练练，一定能比过当今状元郎。
顺子，你看小爷的字是不是比之前的好了？小公子，您这最后一页比第一页进步太多了。小公子，您今天任务完成了，要休息吗？不要，我还要再写10页。还可以这样，这叫鼓励式教育。锦城很吃这一套。婉儿，把你娶进门真是太对了，所以我就交给你了。交给你了。是，公爹，伯母。夫人，你这是在看什么呢？我在看京城的夫子名单，有哪个适合教锦城的？一个好老师真是太重要了。锦城又和别的孩子不同，年纪大的夫子肯定教导不了他。确实，侯爷之前也曾请过老师，但都被小少爷给赶跑了。你说，如果我把今年的举人给他请过来，亲自教导他如何？举人？那可是有做官资格的。对，就是。如果他有考试经验，还有政治思维，而且年轻懂变通，那就是最好的人选。就这样说定了，你去请，无论多少价格，都给请回来。是。我不需要夫子，我自己可以学。你不就是想派个人盯着我吗？我不需要。夫子是来引导你的，陪着你的，不是盯着你的。我不需要。这样，让夫子教你几节课，若你实在不喜欢，让他不来了。随你。夫人，小公子对夫子向来抵触，这一个真的可以吗？今天就让小魔王见识一下不一样的教育方式。与其临渊羡鱼，不如退而结网。前几日啊，我得了只蛐蛐。夫子，你还玩蛐蛐？消遣而已。我跟你说，我那只蛐蛐战斗力可强了，至今为止从未败过。真的吗？我之前也有一只，不过后来死了，我就再也没有玩过了。我那只也很强大。那你想看看我这一只吗？想。它呀就在这个里面，不过咱们得先学习，才能玩它。好。啊，咱们刚才讲到这里了，咱们早点学完，才能早点玩啊！啊。有朋自远方来。有朋自远方来。夫人，那蛐蛐儿真是你给夫子的？你也太了解小公子了。当然了，因材施教，劳逸结合，总不能一直学习不成。厉害。给夫子说一下这句话。子曰。子曰什么？又不好好听。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记住了。哎呀，松开！啊！这个要赢了，这个要赢了！宗锦城，你还真敢来考试啊？你刚被太子殿下放出来，都敢来考试，我为什么不敢？你从前可从来不来参加这种考试，会考吗？不会，等会儿哭着说不会答吧？区区一张试卷，谁还不会答了？
我想考赢你，简直简简单单。可别吹牛了，谁不知道你脑袋空空？从前我们就图你有钱才和你玩，现在你被继母骑在头上，没钱又没脑子，我们都不稀罕搭理你。谁脑袋空空了？我们锦城如此聪慧，只要1个月就能超越你。就是，我只要稍微一学习，就能超过你。他每次说我们锦城的时候，都想坑我。切，才1个月能学到什么？我虽然喜欢玩，但我也认真读书好几年。你想凭借这么短的时间超过我，做梦吧！那就走着瞧。宗景城，你别生气，如果你真输了，你把汗血宝马还给我，那我就勉强和你做朋友吧。哼，谁稀罕和你做朋友？争气点吧，小魔头，检验这个月的学习成果的时候到了。哟，这南王妃也来了，是迫不及待想看到结果了吗？本王妃就是好奇，一个从不学习的纨绔，怎么在1个月内超过罗耀的？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，这次他肯定考不过我。你又知道了？当然了，别以为你在考场的事我没看见。什么事？别是作弊吧？当然是你那破字写的跟狗啃的一样的事了。吓死我了，我还以为是作弊呢。小爷的字写得好看着呢，能比过状元郎。得了吧，就你那破字，夫子看了都头疼。况且就你那水平，你也考不了高分。你若是考了倒数第2，那肯定是倒数第1没来。大家应该都没忘记我们的赌注吧？若是这次宗锦城没考好，他就要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向我们赔礼道歉。王妃是要加大赌注吗？对，没错，我就是要让宗锦城跪下来，真心实意的给我磕头道歉。谁给谁道歉还不一定。这个小魔王自信可嘉呀。你从前买单算数都算不明白，这次的考试这么复杂，你能看懂考卷就已经很不容易啦，还想超过我，白日做梦。哼，那就等成绩出了，拭目以待。好啊，我倒要看看你能考出个什么成绩啊！如果真考砸了，到时候可别忘了我的汗血宝马哦。好，考试结果来了。这次有很多考生考得不错，进步很大。夫子说的肯定是我，宗锦城，你就做好心理准备吧。道歉和汗血宝马一个都跑不掉。谁和谁道歉还不一定。纨绔还是这么自信。王妃可别瞧不起人，我们家锦城一定比罗耀考得好。到时候如果要道歉的话，你可别逃啊。我劝你还是别盲目自信了。宗锦城什么资质，你心里没点数吗？从前都没有老师敢收他，他怎么可能考得过我们耀啊？人都是会变的。好，那就别耽误了。夫子，赶紧公布吧，让我们都看看这次的月考成绩。好，我现在就放榜。来，这次我赢定了，绝不可能！我的名字在这里，第20名。哈哈，不错不错。宗锦城，你是不是倒数第20啊？没有啊，我找到了，在这里。没有啊，我找到了，在这里。宗锦城，你是第10名，你比罗耀高出了那么多啊！我竟然不是第1，我还真是羡慕你的自信。这榜肯定错了，我绝对比第1名强。王妃这是要去哪儿？想要逃吗？谁说我要逃了？罗耀固然想如厕而已。别想耍赖，赶快给我道歉。正好趁着今天人多，你们兑现承诺吧。你们2个赶快跪下，
给我道歉！我可是你长辈，怎么说话呢你？哟，长辈不认账，大家快来看看呐！这两个人打赌输了，不认账啊！行，我错了，我不该说你是纨绔子弟，不该说你们孤儿寡母，这样总行了吧？既然你道歉了，那小爷我就大发慈悲的原谅你。该你了，赶快给我道歉！大喊我爹还活着，对不起，宗景城的爹肯定还活着。耶，小爷我扬眉吐气了，我们走。宗景城，今天这事儿没完。我看以后谁还敢叫小爷我纨绔？天灵灵，地灵灵，妖魔鬼怪快现形！魏修路，你这个背书鬼，赶快从我兄弟的身体里滚出来！我才没有被鬼上身呢！屁！你要不是鬼，怎么可能短短时间成绩那么好？我兄弟什么德行我不知道，他哪有这本事？我刀呢？找刀干嘛？砍死你！这感觉就对了嘛！你真的变厉害了？这是什么话？小爷我本来就厉害。夫人，老爷和老夫人回来了。你能考第几名？第10名。今天月考出成绩，也不知道锦城考得怎么样。哎呀，才学了1个月，锦城就算是再聪明，应该也不会太好吧？哎，不过他肯参加月考了，若是能有所进步，我觉着哪怕排名倒数也该欣慰了。哎，老婆子，你有点心急啊？到底是谁心急？一大早在这等消息。婉儿，锦城考多少名啊？考了第10。哎呦，什么？多少？整个书院第10名！哎呀，进步这么快呀，简直不可置信呐！婉儿啊，这都是你的功劳，我要给你的月钱增加到500两1个月。什么？500两？这相当于8、900万了呀！多谢婆母。不够，再去我的库房挑一箱首饰给你。其实啊，我也没有做什么，都是我们锦城天资聪慧才能考到第10。那当然，我稍稍读书就能拿第10，要是用起心来，定能拿第1。就是。你这是什么表情？你知道这次考试谁是第1吗？谁呀？秦叶，出了名的天才。虽然才8岁，但是人家次次能考第1，而且非常刻苦用功。据说每天晚上都要挑灯夜读，还报了今年的童子科呢。哎呦，这么厉害呀！人家是天才呀！这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小爷我也要考童子科，肯定能拿第1。我们锦城一定行，肯定可以的。管教熊孩子第4个，哎呀，给他树立长线目标。真棒。秦叶，出了名的天才，虽然才8岁，但每次都能拿第1。偏偏这么厉害的人还非常刻苦，每天啊都挑灯夜读，挑灯夜读，挑灯夜读。不是，他有病吧？挑灯夜读，他都不用睡觉的吗？这个女人肯定在骗我，我得眼见为实。老夫人真是大气啊！夫人，刘管家说小公子大半夜翻墙出府去了。这小木头又在整什么幺蛾子？走，叫上刘管家带上下人，把他抓回来。是。他翻墙出去了，赶紧抓回来，不然被当成小偷抓住了！快呀！这侯府发生什么大事了？怎么瞧着像唐探似的？对呀，
刚刚说了翻墙，谁翻墙？不会是捉奸吧？哇，这也太精彩了！捉谁的奸？这侯爷已经失踪很久了，这侯爷的小儿子才8岁，再怎么早熟也不能干出这种事儿啊！那难道是老侯爷？别吹，我怕黑。啊，还真在读书，不是已经第1了吗？还这么拼干什么？可恶！宗锦城，你疯了！大北也爬秦家的墙，要是被巡逻的发现，你要被抓进大牢的。快回家吧。爬墙的人是宗锦城，我有办法让他吃瘪了。宗锦城，这一次我一定要狠狠教训你。秦叶肯定是觉得爹要被我抢走了，他才开始拼死拼活的追赶我。到底是谁给他这种莫名其妙的自信？可是他是怎么知道我要超过他的呢？难道他已经通过这次考试，看出我有比他更深的潜质了吗？反正不管怎么说，换谁遇到我这么优秀的对手，都会有危机感。早点休息吧，别这么惊天动地的了。我才不休息，我也要挑灯夜读，下次考试一定能超过他的。哟，被刺激到了，挺好。夫人，锦城最近怎么样？回夫人，小公子这几日都很刻苦，一直在看书。挺好。夫人，夫人不好了，门口来了一群人，手里操着家伙，说是小公子偷看他们家姑娘洗澡，现在要找侯府讨个说法。宗锦城还有这癖好？小顺子，前几天你们又去爬墙头了？没有啊。去，把他也喊出来。是。快滚出来！出来！出来！快点出来！小兔崽子，给我滚出来！都在里面，快点出来！出来！让你家小霸王出来！今天非要个处罚不可！各位都先冷静一下，我是现在的侯府主母，有什么问题都来跟我说，我一定给大家解决。你们侯府的小霸王太无法无天了！我女儿才刚及笄呀，就被他占了便宜，现在天天在家里哭，还要闹着去死呢！快点让他出来，还我女儿一个公道！对，快把人交出来！今天一定要挖了他的眼睛，别在里面躲着，出来！怎么了？谁找小爷？不知道小爷正看着书呢吗？混账东西，我打死你！都别冲动，有话好好说。什么好好说啊？你看这混小子什么态度啊？我怎么了我？宗锦城，这都是来找你的，说你偷看人家小姑娘洗澡。我看她洗澡干什么？她又不会在洗澡的时候偷偷看书。在小魔王眼里，显然偷偷看书比偷看小姑娘洗澡对他刺激更大。不是你还能是谁？我可听说了，你就喜欢半夜爬墙，上次还被人给撞见了。那我是去看秦叶有没有在读书。哎呦，还敢在这给我狡辩！别以为你仗着这侯府嫡长孙的身份就可以为所欲为。我告诉你，今天这事儿你不给我个说法，我们就没完了。就是没完了，别吵了！别闹了，孩子做错了事情，我来赔。祖父祖母，不是我。好好好，我知道你肯定不是故意的，没事儿，让你祖父帮你把这件事摆平啊。总算知道之前这个小魔王是怎么被宠坏的了。这二郎可真是糊涂，不论原委就默认是锦城的错。真的不是我。
不是你，还能是谁啊？就是啊，我说了不是就不是，敢污蔑小爷，看我今天不收拾你！什么态度嘛！连你也不相信我，我在期待什么？连祖父祖母都不相信我，他又怎么可能相信我？你说不是你，那就不是你。各位，你们都说这件事情是宗锦城干的，可有证据？哼，什么没有？这枚玉佩，就是当时偷看我女儿洗澡的小贼留下的。好好看着点儿。啊！真是锦城的，你看，他都承认玉佩是他的，现在证据确凿，你们还有什么可说的？给我们一个说法。对，给个说法。就是要赔我们一个公道。这玉佩确实是我的，但是我很早之前就送给罗耀了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掉在那儿。不要。各位，我知道是谁喊你们家墙头了。各位请跟我来。宗锦城，你也跟我来。走就走，我倒要看看你们还能耍什么花招。走，看看他要干什么。哼。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你们这么多人堵在我镇南王府门前，想做什么？你干了坏事还陷害我，看小爷今天不揍死你！你胡说什么？我干什么坏事了？罗耀，前几日你有没有溜出府爬墙？什么意思？爬什么墙？你把话给我说清楚。罗耀，你自己说，前几日你有没有爬墙偷看？你少胡说八道！明明是宗锦城偷看大姑娘洗澡，不是我。你再胡说，可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我可没有说去偷看什么，你怎么知道是偷看洗澡啊？好啊，原来真是你偷看小姑娘洗澡，还把小爷的玉佩放在那儿，害得小爷有嘴也说不清了。原来是你这个臭小子！别放过他！给我打死他！给我打死他！快打他！打呀！小兔崽子，你们竟敢在我镇南王府门前叫嚣！你们是活腻了吗？王妃，你搞清楚，是你家儿子偷看人家女儿在先，之前太子就惩罚过你们，不知道这次他如果知道了，会不会多罚你们1年半载的？我不是真的要去偷看，我只是想要陷害宗锦城。道歉，不然今天我们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。刁民！你们这帮刁民！好，我们是刁民。今天就让你们这些看不起我们的人上人知道，我们也不是好惹的。兄弟们，上，给他们点教训！他可真是笨，小姑娘洗澡有什么好看？考试又不会考这个，他哪有你机智呀？那肯定了，我可比他聪明多了。不过你为什么不相信他们说的话，还给我洗脱罪名？因为你是我儿子呀。他这是想让我喊他娘吗？我才不喊，怪难为情的。确实不是小公子干的啊！原来真不是锦城干的。老侯爷，我们误会孩子了。看来是婉儿把孩子带好了，这下我们该彻底放心的把孩子交给婉儿了。看来我要赶紧把那10万两银子准备好了。没错。今天就学到这儿，小爷我不能再努力了，要给别人留点活路。人家秦业挑灯夜读，你这离第一还差得远的嘛。我就是第一。小魔王最近学习有点懈怠啊，这样可考不上一甲，要怎么上点强度呢？锦城，听说你现在天天爬墙去偷窥秦业，没想到啊，你还有这爱好。
是谁传的？罗耀说的，现在整个书院都传遍了。看吧，谣言就是这么传出来的。不过我觉得你应该去跟秦叶解释一下，免得他误会。行，那我们现在就去书院找秦叶。快去感受一下学霸的暴击，别整日盲目自信了。秦叶，我没有天天去拍你家的墙，况且小爷我有信心，下次考试一定能超过你。你就算再努力也没用，小爷我可是很厉害的。看到这次考试排名没有？第10名。我1个月就达到了这个成绩，下次考试肯定能超过你。你是谁啊？哈哈哈哈！把人家当假想敌，结果人家根本没把你放在眼里，真好笑。你不认识我？不认识，没什么事，我先走了。人家秦叶根本没把你放在眼里，连你是谁都不知道。喏，这是人家的文章，再看看你的，简直是天差地别。我劝你啊，还是别把他当假想敌，省得到头来丢人。才不信，他的文章能比我好。哇！我吃饱了，去看书了。锦城这几日是不是在房中都没有出来过？在公子自见过秦叶以后，比以前更加刻苦了。照这个进度下来，登甲指日可待。可是他已经3日没有笑过了，你没发现吗？他被秦叶刺激到了，逼着自己读书，可是心中的郁结没有打开，再这样下去，心态迟早要崩。我也没有想到我用力过猛。那我们怎么办啊？辅导孩子真难，还要做心理辅导。为了1个亿，我可以的。吃点糖水吧，休息休息。干什么？把书还给我！你看了1天了，你不累吗？我不累，我就要看书。我知道，自从你见了秦叶之后，你就一直心里不好受，任谁被这样蔑视，都会不开心的。他凭什么不认识我？我蹴鞠、投壶、捶丸样样精通，读书也很厉害，他凭什么不把我放在眼里？锦城，你无需因此自责气馁，你的努力和上进，总有一天会被所有人看到的。想哭就哭吧，不要憋着。就是喜欢看我哭，就喜欢欺负我，是不是？我永远站在你这边。那你说我什么时候可以打败秦叶？秦叶今年参加童子试，你只要放平心态，努力学习，一定可以超过他的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小爷我好好努力，以后肯定能超过他。现在在我的小本本上，秦叶就是我第一恨的人。哟，我从第一变成第2了。我早就不讨厌你了。夫人，您让厨房准备的鸡汤已经吩咐下去了。锦城如今正是努力学习的时候，我得保证他的营养跟得上才行。夫人，夫人，太子殿下来了。太子？对，人已经在正厅了。走。
参见太子殿下。殿下，您怎么来了？姑出宫办事，正好路过，听说锦城如今开始好好念书，所以今天过来看看。多谢殿下关心，锦城最近确实用功读书。这人是太子护卫。你见过宗昭？殿下说笑了，父君失踪8年，从未有过消息。妾身和侯府众多人都没有见过他。你父亲是当朝尚书，你作为嫡女，连皇子都嫁他。若是没有见过宗昭，为何选择嫁入远洋侯府？为啥？当然是为了自由和钱呗。不过太子好好的问这个干啥？家中母亲早亡，所以缺少母爱。听闻侯府夫人待人温顺，为人宽厚，所以便想着嫁进侯府，不失为一个好去处。原来如此，姑还以为你是和宗昭两情相悦。不过侯府能娶到你，也是锦城的福分。想来你的夫君宗昭也是这么想的，对吧？好好管教锦城吧，他若将来能登榜，姑算你头功。多谢太子殿下。时辰不早了，姑去看看锦城。你就在这儿等会儿姑吧。我知道你是谁了，你是那个救了我2次的人是吗？见过夫人。你竟然是太子亲卫，我丈夫宗昭也是太子亲卫，所以你帮我是因为他吗？是。这样啊，我还以为你暗恋我呢。大人，我就开个玩笑，你怎么这么不禁斗呀？是我唐突了。夫人怎么了？无事，可能感染了风寒。夫人要多注意身体，还是叫太医来看看吧。小小风寒而已，哪用得着请太医啊？夫人，太子殿下已经要走了，让我来喊这位大人一声。在下告退。夫人，太医来了，说是来给您看病的。我没请太医啊，请他进来吧。见过夫人。夫人并无大碍，只是最近有些劳累，身体吃不消才会这样。夫人近来为小公子读书的事操碎了心，都没有好好休息过。让夫人好好睡一觉，我再给开一些调养方子，醒来喝就好。好。我没有请太医啊。是他请的，他这么关心我，不会真的暗恋我吧？啊，我在想什么呀？这么自恋，真是被小魔头传染了。夫人，你好些了吗？以后可不能再这么劳累了。打工人哪有不劳累的？锦城学习怎么样？夫人，您都累得晕倒了。今晚就好好休息嘛，小公子那儿有我和顺子盯着呢，不会有什么问题的。我生病的事千万别告诉他，他现在是学习最关键的时刻，千万不能分心。
我读书，他居然比我还辛苦。小公子是在想夫人吗？就你知道。我听说你昨晚去找夫人了，肯定知道夫人昨晚累晕的事儿。不过好在已经没事了，小公子不用觉得内疚。难道他是想让我觉得愧疚，然后承认我们母子关系？我听说过几天就是夫人的生辰了，也不知道夫人有没有安排。生辰？看在他这么努力想要得到我承认的份上，要不我送他一个生辰礼物？锦城，别学了，罗耀叫我出去玩，一起啊！才不跟罗耀一起玩。对了，我听说过几天就是夫人的生辰了，也不知道夫人有没有安排。魏行路这个人对送礼物比较在行，那我要给他一个惊喜。小爷我就勉为其难跟你出去，我要给他一个惊喜。最近家中开销确实少了很多，看来锦城确实少出去玩。夫人，夫人不好了！锦城又出什么幺蛾子了？看门的小子禀报，魏行路来找小公子，说是跟罗耀一起玩。现在小公子已经跟着他们出门了。罗耀都这么对他了，他居然还跟他出去鬼混，他脑子是被驴踢了吗？怎么一点骨气都没有？夫人，要不要现在派人把小公子带回来？不用，我倒要看看他玩到几时才会回来。这都几个时辰了，怎么还不回来？夫人莫气，小公子最近刻苦读书，偶尔出去放松一下也是可以理解的。我不是气他出去放松，我是气他又去和罗耀一起玩。我这才刚给他发了月钱，他又故技重施。夫人本就生病了，别再气坏了身体。他这要是被罗耀带坏了，中不了1甲，我这1个月的努力不就白费了吗？你们在干嘛？小公子，你也太不懂事了。夫人为了你劳心劳力，你竟然又跑出去厮混，你也太伤夫人的心了。你以为我是出去厮混？小公子，我们都已经知道了。下个罗耀又带了一群人去贫民窟那边射箭，还把别人辛苦养的鸡鸭全部都射死了。你呀，还是赶紧跟夫人认个错吧。我凭什么要认错？我说过我不会去贫民窟捣乱，你不信我？那你一声不吭出门是去干什么了？若是游玩，为什么不给家里报备一声？小爷干什么？凭什么要跟你说？既然你不相信我，那也别管我。夫人，小公子今天真的没有去贫民窟，他是跟魏行路小公子给您选簪子去了，说是要送您的生辰礼物，要给你个惊喜，这才没有给家里报备。夫人，您看，锦城怎么样？小公子今晚还未用膳。你先出去，我和他说说话。是。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。我刚做的粥，你要不要尝尝？哼，对不起，是我以为你和罗耀出去鬼混了，是我错怪了你，求求你原谅我。你真的很讨厌，你连问都没问就直接训斥我，简直可恶。我知道错了，
你消消气。我之前在尚书府都没有过生辰，我都快忘记过生辰是什么感觉，所以这还是我第一次收到生辰之礼。这簪子可真好看，看款式应该是京城最流行的吧？是谁送的呀？这花那么栩栩如生，买到了我的心上。小爷选的簪子肯定是天下第一好看。那明日宴会我就要带上它去显摆显摆。明日魏家要办一个宴会，很多女眷和孩子都会去，互相结识。你要不要去啊？我学习很忙的，但看在你诚心邀请我的份上，我就勉为其难的陪你去一趟。我倒要去听听他是怎么显摆的。那你跟我一起去的话，那你这称呼能不能不要总是喂的叫啊？那我该喊什么？这臭小子又装傻。你是嫡子，我是你的嫡母，应该叫什么呀？原来是想骗我喊娘。就一天。好，那你好好休息。娘，哎呀，好奇怪啊！娘，好诡异啊！娘，今天你也穿的蓝色，跟我还挺配套的，亲子装。当然是蓝色啦，我都看了你的衣服才挑选的这件衣服嘛。宗夫人，宗夫人来得挺早啊。呀，景晨最近胖了。他最近用功读书，我就给他加餐。那您先入席，我去后厨看看。他跟别人介绍我是他儿子啊，太好了！你怎么脸那么红啊？是不是穿多了？我才没有脸红呀！听说宗景晨报名了今年的童子试，那行吗？我家锦城天资聪慧，就不劳烦镇南王妃费心了。哼，我只是觉得宗夫人有点拔苗助长了。宗景城学了有半年吗？小爷我可是天才，学半年就足够了。宗景城，你知不知道童子科有多难考？全国只招收前120名，在学院里面考得第10，是弄得就了不起啊！门槛你都进不去。罗耀，你别自己笨，就当别人跟你一样笨。读书可简单了。哼，宗夫人，世家贵族可都讲究谦虚内敛，你家这个继子可真是够显摆的。孩子优秀，谁不想显摆？怕不是镇南王妃也显摆不上吧？你说谁呢？哦，忘记了，你也是有可以显摆的东西的。你可以显摆你大半夜爬墙出去看人家大姑娘洗澡。你闭嘴！取得一点小成就洋洋得意，还大言不惭，那我就等童子试结果出来了看看，到时候我看你怎么在京城贵妇圈里立足。你放心，我一定好好学习，不让你丢人。你看我干嘛？我可不是为了你，而是为了侯府这面子。知道了，小傲娇。宗夫人，快跟我们分享一下您是怎么教育孩子的。来。是啊，其实啊，就是这样。坏人，还说让我叫他一天母亲。您说说吧。对呀，结果来了大半天，其实他连这事儿都不提。对，是呀，真是聪慧。你教育的可真好啊！我们家孩子我先失陪一下啊。好。是不是哪里不舒服？我用你管。吃东西咬到舌头了？喊一会儿就好了。含着就含着，不用
冷的话就披外套。其实他还是挺细心的嘛。快问问我是谁，这样我就能顺势喊他娘了。景城怎么样了？还好，没什么事，没出血，过一会儿就好了。我都准备好叫母亲了，他怎么不给我机会呢？坏人以后都不要理他了。锦城，锦城，锦城，你在哪儿？锦城，小美人儿，长得可真好看。现在四下无人，不如你让我亲一个。你放肆！我是侯府的夫人。你说小侯爷，他一个生死不明的废物，能不能回来都难说。你不如就从了我，省得守活寡。说，谁派你来的？是你。你这个坏蛋，你敢动我娘一根汗毛试试？锦城，他是救我的。啊？这男人总在我有危险的时候出现，还帮我叫太医，该不会是真暗恋我吧？可惜了，要是我没成亲，这样的美男子我必定要收入囊中。夫人，不好意思。你是不是马上要考童子科了？小爷要考童子科的事，全京城都知道了吗？小小童子科，手拿把掐。那我就提前预祝你拿下童子科。夫人，我先走了。哇，这眼神都快拉丝了，他果然暗恋我。别看了，人都走了，你可不能背叛我爹，更不能离开我啊！小孩子乱说话。今天累了吧？早点一起回家。童子科马上就要开始了，你要继续努力哦。你等着吧，第一名绝对是我。人之初，性本善，性相近，习相远。借力而为，别太心急。你等着，我绝对考个好成绩，回来给你争光。哎呦，哎呀，来，吃一点儿。这几天考试辛苦了，多吃点补补。谢谢祖母。乖。考得怎么样？童子科考试不过如此，我还以为有多难，那些试题我都会，你们等着吧。真棒，婉儿，锦城你教育得很好，童子是上榜，他距离衣甲更进一步。这10万两银子，我绝对不会少你的。多谢婆母。他对我这么好，就是为了银子。我吃饱了，我去睡觉。这孩子怎么突然翻脸了？我先去看看。去吧。怎么了？是不是童子试没考好？我若是没考好，你会不会很失望？怎么会？一次考试又不代表了你半年的努力，无论你考成什么样，我都会很开心的。真的吗？要是真没考好，肯定打你屁股。不过今夜我要是这么说，怕是和谐的母子关系要一拍两散了。真的。
你怎么一直盯着我看？你是因为那10万两才对我好吗？等他拿到银子，会不会立马就丢下我不管？你猜？我猜不到，你快说呀！你傻呀！人和人的感情是互相的，你对我好，我也会对你好的。就算一开始各有心思，但现在也不一样了，不是吗？哦，他是真心实意的，真情实感的把我当儿子疼啊！我要去睡觉了，明天还要看街榜，你等着吧，第1名绝对是我。今年榜首好像又是秦爷。可恶，秦爷又是你！你来做什么？当然是看看你的牛皮是怎么吹破的。我可是未来的状元郎，小小童子科不在话下。就你这样也想考状元，净说大话。原来是镇南王妃啊！你来干什么？来看罗瑶有没有上榜吗？哦，我忘记了，罗瑶好像没有参加童子科的资格吧？你也别着急，好好学1年，明年肯定能考试。我那是不像宗景城一样狂妄自大，大话说出去，连个榜尾都摸不到，丢脸丢到整个京城了。马上就放榜了，擦亮你的狗眼，好好看小爷我的风光吧。顺子，你在前10名看到小爷的大名没有？前10名怎么可能会有您呢？我从第10名开始看，已经是对您的尊重了呀。我都看到20了，还没看到。20名没有，那就30名，最多不可能在40名以下。50名那太丢脸了。宗景城，你是不是找不到你的名字啦？我说过不丢人。60名没有，难道我刚才看漏了？80名总该有了吧？那上面根本不可能有你的名字。怎么，你提前看过榜吗？徐婉，我早跟你说过，教育孩子可不能拔苗助长。你该不会是故意的鸡子捧杀吧？看来镇南王妃对宅斗手段还是挺清楚的。哦，你们家庶子多，不像我们家只有1根独苗，我当然要好好教育。你1根独苗也不可能会上榜。怎么可能？不可能没有我的！这小子不会真的发挥失常了吧？哎，公子，我看到你名字了，在哪里？在第3，您居然是第3名啊！怎么可能？他怎么可能会上榜？公子，你太厉害了，你居然上榜了！那当然，轻而易举，手拿把掐，毫无悬念。榜单肯定弄错了，你这种人怎么可能会上榜？摆在面前的事实你都不信，你得意什么？就算宗景城上榜了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他是我儿子，怎么跟我没关系？整个京城谁人不知，侯府整日鸡飞狗跳，你们母子失和，他在外可没少说你坏话。那是一开始，我是觉得继母对我不好。听到了吗？继母就是继母，你对他再好，也只不过是侯府的一个外人。你说他是你儿子，他有叫过你一声母亲吗？这是我们母子之间的事情，跟你一个外人不相干。我劝你还是少管闲事，他连一声娘都不愿意喊你，你还给他撑腰。以后等他袭爵了，恐怕第一件事就是让你打包行李滚出侯府吧。小魔王好像确实没有喊过我娘啊！不许欺负我娘！不许欺负我娘！你叫我什么？你本来就是我娘，还不让叫了？让叫，听到没有？他喊我娘了，我们关系好着呢。就算你们关系好又能怎样？你们还不是孤儿寡母？再说一遍，我再说100遍，你们也是孤儿寡母。啊！那个小兔崽子，你敢踹我娘亲？踹了就踹了，你敢动我儿子1根汗毛，我就去告到太子那儿去。好，你俩给我等着，走。你们才是孤儿寡母，
你们全家都是孤儿寡母。你这么看着我做什么？你刚刚喊我娘，是出于真心，还是出于面子啊？你觉得是什么就是什么吧。哎呀，这个小魔王还真是傲娇啊。走吧，我们去把你得了这个童子郎的事情告诉祖母他们。第一还是秦叶，你会不会觉得我不如秦叶？我就知道你肯定没有。什么？我说没有，我没有觉得秦叶比你厉害，未来的事谁也说不准。再说了，得了这童子郎就可以直接进入科举了，第一和第三有什么区别呢？未来是确定的，肯定是我打败秦叶，一举拿下状元郎。你就这么确定吗？当然，有厉害的我，还有厉害的我娘，一起打败秦叶，轻轻松松。好，那为娘再努把力，帮你完成这个目标。都小心点儿。这些都是什么东西啊？5年高考，3年模拟。啊？高考是什么考？就是科举的意思。接下来咱们的目标就是冲击科举。这些题呢，都是近些年来在秋闱会试殿试当中的，都在这里了。啊？你这是从哪儿搞来的？这你就不用管。接下来呢，你的目标就是将这些题目全都刷一遍，再琢磨琢磨出题者的思路，将每一次做题都当成最后的科举考试。这么多啊！可是人家秦叶连试题都能背下来。算了，我做。加油！夫人，门外突然来了几个王族贵胄的夫人，说要见你。锦城最近一直在房中苦读，没有出去祸害别人家孩子，请他们进来吧。是。宗夫人，魏夫人，我们家孩子一直在苦读，没有出去祸害你们家孩子，更没有带坏行路。哎呀，要一起玩儿啊？不是，我的意思是说要一起苦读。宗夫人，我们听说了，你们家锦城在短短几个月就被你培养成了童子郎。我这次来是想说，我们家行路能不能拜托你也教一教？我都是乱教的，我教不好行路的。我不求行路和景晨那般优秀，我只求他下次在书院月考中能进步10名，我给你5000两银子。这不是钱不钱的事儿，对吧？这行路跟我们家锦城孩子也玩得好，你说就把他送过来吧。好，还有我们家何征，他和锦城一样，是4大纨绔之一。若是宗夫人能让他进步10名，我也给您送5000。哎呀，果然古往今来，家长们一碰到教育就容易上头，一只羊也是放，一群羊也是放呀。好，既然大家这么信任我，那我就试试看。太好了，宗夫人，只要您肯收，日后您有什么事尽管开口。尽管开口。夫人们都送走了，说过2天就把公子们送过来学习。好。王妃过来是想将罗耀也送上我们侯府吗？可我记得前几日你好像还瞧不上我们孤儿寡母吧？我能来是给你面子，之前你多次得罪我大人不计小人过，才将孩子送过来。我们耀儿可比那些孩子资质都好，你要是收了，对你只有百利而无一害。这么说，我不收是我不识好歹了？那是当然，多少人想和我们镇南王府攀上关系。现在我们愿意将孩子送到你们府上受教，说出去也是给你们侯府添彩。这么一听还挺诱惑的，算你。可惜我不收。你说什么？我说我不收，这种品行不端的孩子，我们侯府要不起。徐婉，你再说一遍。我再说100遍也是这样。像罗耀这样的孩子，我不要。连何征和魏星路你都收了，你却不要我们家耀儿。王妃，你还是别浪费口舌了。
回去吧。请吧。好你个徐婉，你知不知道得罪我们镇南王府是什么下场？我都得罪那么多次了，不差这一次了。好，很好，徐婉，你给我等着！哼！从今天起，我决定将这里改造成侯府重点班，你们呢就是重点班的学生了。那我以后不仅是4大纨绔之一，还是侯府重点班之一。唉，要不是魏夫人送着孩子来学习，我这重点班也不会成立，哪里来的这么多银子？你喜欢吃什么？我让小厨房给你做。你干嘛这么关心他？这小崽子又吃醋了。当然是因为他是你的朋友呀。哦，原来是看在我的面子。不过你不用对他另眼相看，你要最关心的人是我，知道了吗？好，知道了。殿下，你要承认这些年收集镇南王谋反的证据，臣已经全部搜集完成。此人便是仁政。好，很好。不枉费姑苦心策划这么多年，也辛苦你一直隐姓埋名。这些都是微臣应该做的。镇南王乱臣贼子，生了忤逆之心，眼下是时候该收网了。您打算怎么做？若直接将镇南王召回京的话，他恐怕会直接起兵造反。找个合理的借口，将镇南王妃和府中所有人收监扣押。姑就不信，镇南王他不回京。殿下英明，传令下去。姑明晚要举办宫宴，邀请各个官眷入宫赴宴。是。很快，我就能用真实的身份去见婉儿了。这孩子进步真快，都是你这个做母亲的功劳。这都是儿媳应该做的。哎，对了，听说你开设了重点班，效果还不错。确实不错，孩子们在彼此的影响下都在努力学习，就连锦城为了保住第一的位置，都更加用功了。相信到了科考之日，他必定能高中。好，好，好！我准备的10万两奖银已经准备好了，就等着锦城高中一甲了。马上就能拿到一个小目标喽！这是太子殿下派人送来的请帖，要官眷入宫，今晚就带我们前去吧。好。哎呀，是啊，太好了。这里只有我一个孩子，他非要带我过来，果然是离不开我呀。你放心，如果有宅斗的话，我肯定帮你。宗夫人，你今天带着锦城来啦？是啊，这孩子也要出来散散心。这学习讲究松弛有度嘛。宗夫人说的有理，我们家何征自从去了你们侯府重点班，都开始认真学习了。他拿回来的那些译本和同声词典，我真是闻所未闻。没错没错，我们家魏行路也是啊。从前贪玩不念书，自从进了侯府以后，一切都变了。如今呀，大家都挤破脑袋的想把孩子送进你们重点班呢。没有没有，多谢各位抬爱。以为会教几个孩子就了不起了？就算教的再好，不也就那么一回事儿吗？怎么哪儿都有他呀？他可真是块狗皮膏药。我知道王妃也想将你们家罗耀送到侯府，可惜被宗夫人拒绝了。你不甘心也情有可原。我家耀儿这么优秀，才不稀罕去他那什么重点班。不稀罕的话，那天带着罗耀巴巴上我们侯府干什么？哎，太子到！大家都不必拘谨，今日只是普通宫宴，多放松些，入座吧。你过来。
你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就是头有点晕。去偏殿休息一会儿吧，偏殿有给各位夫人准备的房间，景琛我帮你看着。好，多谢。徐婉，我要让你在今夜身败名裂。你这一夜，眼睛都要沾你夫人身上了。去吧，反正过了今晚，再也不用隐藏身份了。宗夫人稍作休息，有事喊我。你是谁？我该怎么跟他说我的身份呢？你有没有受伤？婉儿，你怎么了？是你？为什么我每次遇到危险的时候，你都会出现？陛下不好了，偏殿好像出事了，要成。偏殿出什么事了？奴婢听到偏殿传来奇怪的声音，可宗夫人还在里面休息，房门却打不开了。宗兆不是去找他夫人了吗？怎么会出事？我娘还在里面，我要去找她。我去看看。咱们也去看看，出了什么事吧。婉儿，这是什么声音啊？还能是什么声音？咱们都是过来人，里面发生了什么，你还猜不到吗？哼，不能吧？肯定是徐婉，她一个寡妇，估计也是寂寞久了，这才忍耐不住。哼，我娘才不是那种人。只有她在偏殿，不是她还能是谁？你这个坏人，无凭无据，凭什么说我娘？你所听到的就是证据。殿下，徐婉如此不守妇道，公然做出此等丑事，殿下您可一定要严惩不贷啊！宗兆呢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好你个徐婉，简直胆大包天，居然在殿下偏殿行苟且之事，你该当何罪？公然在殿下偏殿行苟且之事，你该当何罪啊？糟了，被算计了。你是为了救我，一人做事一人当。娘，
你没事吧？徐婉，你如此不守妇道，应该立即拖出去杖毙。凭什么杖毙我娘？就凭他跟野男人通奸。娘，你快点告诉他你没有。太子殿下，臣妇有罪，但我是被人算计的。娘，你说什么？锦城，对不起，是娘对不起你爹。切，还说什么被人算计？我看呀，你分明就是在给自己找借口。这样不守妇道的女人，还是赶紧请殿下处置了吧，否则你们侯府将会成为全京城最大的笑话。小魔王最好面子，这下我给他丢了人，肯定恨死我了。我娘是被人害了，今天谁敢处置我娘，小爷我跟他拼命。娘，我说过我会保护你。宗锦城，他犯了错，今天谁都护不住他。他护不住，我护得住；他护不住，我护得住。我不是让你别出来吗？夫人如此被人污蔑，我若不出来，还算是男人吗？说什么奸夫，原来是你啊！闹出如此笑话，让殿下见笑了。太子殿下，是臣妇一人之错，跟他人无关。哎呀，都这么护着了，还说被人算计？我看呀，你明明就是守寡久了，耐不住寂寞，跟这个男人有私情。我和这位公子清清白白，今天我是被人算计了，我才跟他进的房，他也是被我逼迫的。太子殿下，惩罚我一个人吧。不许惩罚我娘！太子殿下，放过我娘吧，我愿意代我娘受罚。锦城，有你这句话，就算死了也值。娘，若有来世，再发生此事，我还会护你。那也不用。快起来吧，今日没有人会受罚。你算什么东西，也敢说如此大话？放肆！你镇南王妃又有什么资格在这大呼小叫？殿下，他们本就是夫妻，就算在此同房，与你又有何干？什么？夫妻？你是宗兆？让夫人受委屈了。这怎么可能？原来是宗兆，多年未见，我竟一时间没认出来。是啊，变了，更加成熟了。只是他为什么会在这里啊？他们刚刚是在……我想起来了，我刚刚喝的酒有毒。殿下，若不是属下赶到及时，我夫人就要被这个男人给玷污了。简直就是猖狂！居然在姑的宫里干出这种事！查，到底是谁下的药？王妃，你抖什么？我哪里抖了？我想起来了，就是这个奴才，他给我倒的酒，我才出事。殿下，不是我，是镇南王妃，是她派人指使我干的。你胡说什么？我什么时候做出这种事情了？好啊，难怪刚刚王妃这么欢腾，原来是早就策划好了。肯定是宗夫人不愿收她的儿子入重点班，她怀恨在心。不管怎么样，也不能毁人清白呀！真是可恶！我没有，殿下，我真的没有，都是这个贱婢污蔑我。殿下正愁找不到理由将他们收监，没想到我还误打误撞，帮了大忙。来人，将镇南王妃抓起来，再宣镇南王入宫。姑倒是要看看他是怎么管教的王妃。殿下，殿下冤枉啊！殿下，殿下！
在想什么？你真的是宗长，我的夫君？是，名副其实。那你这些年都去哪儿了？为什么抛下偌大的侯府不管，消失无踪？太子侧妃的哥哥镇南王拥兵自重，这些年一直在谋害皇家子嗣，试图让太子侧妃生完孩子之后挟天子以令诸侯。这些年我假死脱身，暗自在搜集镇南王谋反的证据。那你现在身份揭露会有影响吗？没事，证据已经确凿。明日太子就会届时以镇南王妃的事情召镇南王回京，届时一切都会尘埃落定。那就好。喂，当初嫁过来时可没说夫君会复活呀，也不知道那10万两还能不能再拿到。那万一侯府赖账可怎么办？那我这么久的努力不就白费了吗？你在想什么？没什么。是因为我的出现有些不习惯。是的。哎，本来还挺喜欢他这张脸的，可他当年只把锦城带回府，却对锦城娘亲不管不问，连个名分都不给人家，肯定是个渣男。没事，我们慢慢来。你对我不会是蓄谋已久吧？你是不是对我蓄谋已久了？娶你进门，的确是我引导的爹娘。为什么？我们两个没见过面，怎么会？我们见过，在2年前。小侯爷，您已经隐姓埋名6年了，老夫人、老侯爷一直都没放弃寻找您。您到底什么时候回家呀？时间还未到。等！小小年纪不学好，竟然偷钱！我错了，求求你放过我吧！跟我走。给你买的，不要再去偷钱喽。谢谢。你现在还小，但你可以做些活换点吃食，这样学习了之后，以后长大就不用流落街头了，知道了吗？嗯。你就这样对我一见钟情的？我从那时候只关注到你，后来也遇到过几次。他对宗锦城母亲不会也是一见钟情吧？哎，这件事情要问清楚。那我问你，宗锦城的母亲到底是谁？夫人，这是吃醋了？没有，我就是要问清楚。其实锦城是太子。你真是我爹！我爹一回来，我娘就不理我，不会以后我娘眼里只有我爹没有我了吧？这些年我在忙碌其他事，让你受委屈了。我知道，其他孩子都骂你是没爹的孩子。我现在只需要我娘就够了。你刚刚在跟我娘说些什么？没欺负她吧？不敢欺负夫人。她说的是真的？有锦城在，谁敢欺负我呀？那当然。这么维护你娘，我很欣慰。我也很开心。我只是怕女人哭起来麻烦。哎呦，又傲娇上了。谁也不能跟我抢我娘。小侯爷，太子有请，镇北王那边有消息了。近几日京中不太平，侯府大门紧闭，夫人注意安全。我记住了。待我平安回来，刚刚的事，我再同你讲。
关于锦城娘亲，该不会这狗男人打算把锦城娘亲纳进府中？刚有人禀报说皇宫里现在火光冲天，这怕是有什么变故啊！这南王反了，宗昭说早有安排，应该不会有事。锦城，你别怕。小爷我不怕，你放心，我会保护你的。有你在，我也安心很多。哎，昭儿这是去干什么了？既然已经回来了，外面那么乱，怎么不在家保护我们？闭嘴！宗昭是为太子办事，这里哪有你这个老婆子插嘴的份？你看嘛，我爹只会保护皇上，保护太子，而我会保护你。以后我在你的眼里，不能让我爹超过我。好，我知道了。老侯爷，老夫人，小侯爷回来了。夫人，您看，夫人，我回来了。回来就好。昭儿，镇南王他们……镇南王已死，镇南王妃正在东宫被殿下定罪。夫人，太子明让我们过去，论功行赏。可是我们什么都没做，赏我们做什么？明日你便知道。该不会那些狗血短剧的套路要在我身上上演了吧？将军得胜归来，要为锦城生母求个诰命，或者是平妻。徐婉，都是你，都是因为你，是你害了我。你们夫妻二人要是不动歪心思，就不会落到今天的下场，都是自作孽，赖我干什么？徐婉，别得意的太早，就算宗昭回来了又如何？侯府占来的爵位是宗景城的，你辛苦一场，也只是为他人做嫁衣。你别在这里挑拨我们母子关系。母子？这还真是我听过最好笑的笑话。宗景城，你是他生的吗？你就没有想过你的生母是谁吗？难道你就不想让你爹爹接你生母回家吗？况且他以后和你爹爹生了自己的孩子，你以为他还会对你这么上心吗？等他有了自己的儿子，你以为他就不会跟你抢爵位吗？你这个坏人，你给我闭嘴！镇南王妃，我看你是死到临头了，还想拉人垫背，我们家的家事就不劳你操心了。我只是笑话你辛苦一场，却被别人摘了桃子。才不会，我只认我娘这一个母亲。锦城，她不是你娘。他果然要接宗景城母亲回家吗？爹爹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徐婉，你听到了吗？他要过河拆桥！你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吗？我想说，锦城不是我的孩子。啊，爹爹，你不要我了吗？锦城，不是爹爹不认你，你确实不是爹爹的孩子，你的爹爹在等你回家。那我爹爹是谁？太子到。锦城，过来。锦城不是你和外室生的孩子。夫人，我一向洁身自好，从未有过通事，何来的外室？原来如此。你是不是之前有什么误会？当然没有，我非常相信你的。是吗？就算有误会也没有关系，你我夫妻并不熟悉，是为夫的错。
过来。我们回家再说吧，先看看锦城。过来。太子殿下，你是我爹爹。这么多年把你放在侯府，是姑不好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宗庆城怎么会是太子的儿子？我明明就什么？你是不是想说，镇南王早就和太子侧妃联手，杀死了姑所有的孩子？你都知道？殿下早就知道了，一直不拆穿，无非是时机问题。这么多年，东宫这么多孩子，姑一个都没有保住，所以才不得已将锦城送到侯府养着。造成我们父子分离的，就是你们镇南王府的所有人。无需再废话，镇南王已死，你这个疯妇也没有了留着的理由。带下去，即刻行刑。走。所以我是小太孙。是，你是姑唯一的孩子。啊，夫人，怎么了？锦城是小太孙的话，那他是不是就不用科考了？那好的10万白银，我的一个小目标就没了，都没了。宗夫人放心，你把锦城教育的这么好，姑承诺你会将10万两白银补偿给你。还有，整个侯府也都是你的。真的？那我的努力就没有白费。远阳侯府宗诏，徐婉听之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远阳侯府宗诏，为国尽忠，特赐封异姓王。令徐氏照料太孙有功，堪为皇子师，赐一品诰命，钦此。臣父领旨谢恩。起身吧。你又怎么了？我怎么能是小太孙呢？我还没参加科考，还没荣登一甲，还没考过琴宴呢。